间的群鸟，身处迷雾丛生的孤岛。世界之下也许算渺小，但从未有绝望过一秒。翻越过千重浪潮，踏过暗处的深角，迎面来更尖锐的风刀。伤口都封为战袍，长夜被星光萦绕，我们和这片深蓝拥抱。浩渺的尽头是不变的我，孤勇的坚守，无畏的怒吼，要送自己的朋友和对手，没有人再敢往这里回头，做你认为值得，做你认为值得，做你认为值得。小强，看，小强，立正，看见，加左转，加右看，看。首长同志，男人突击队集结完毕，分指示。小心，是。备好，首长同志，海军特种作战旅捕杀中队集合完毕，请指示。小心，是。收起。同志们，任务大家都明白了吧？明白。出发。加油，加油，转，首长们，跑吧，走，跑吧，走，跑吧，走。本次演习一切以实战为标准，中弹即阵亡，被俘后撕去袖标视为阵亡，保留袖标则为人质。着眼实战，讲求实效。爸妈，什么呀？睡着了？看看他，老大。你看这手，睡得不知道你回来。你都好利索了啊？好了，这不都出院了吗？没事，你以后你看电视就开着声吧，这呼噜打这么响，醒不了。没事儿，看字幕我也能明白。你实在不行，让他回屋睡。哎呀，没事儿，你爸睡沙发睡习惯了。没事儿，没事儿，你整天就是惯着他。我惯他什么了？你看看，这习惯了，你自己都看不出来了。哎呀，这两个人过日子呀，就是你让让我，我让让你的事儿。那您这一让都让大半辈子了，你到底图啥呀？啊？现在的年轻人呀，成天脑子里就想着图什么图什么。你妈妈我呀，现在心里除了你爸，谁我都不稀罕。妈，我跟你说一声，你来，你听好了，你别吓着啊。哟，好，你说。吴思跟我求婚了。哟，那你答应了吗？我说等他演习回来，我再给他答复。哟，那他演习回来，你说什么？你想好了？妈妈，您和我爸，你们同意我们结婚吗？你爸那肯定不用说呀，你现在跑过去跟他耳朵边上告诉他，吴思跟你求婚了，你信不信他能立马就坐起来，从梦里笑醒？那您呢？您同意吗？我呀，
你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吗？军嫂不好的。妈妈，你别这样。妈高兴。哎，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有一次被叫家长？哪次啊？哎，就那次你上1年级，那个老师让你们做2组词的连线题。小金鱼爸爸在打篮球，在海里游，全班就你一个人给连错了。小鱼在打篮球，爸爸在海里游，海里游，对不对？哎，你还笑？哎呀妈！都不知道当时我听了这个话，我这心里多不是滋味儿。哎，妈妈，还有个事儿，我想这次求婚这个事儿，先别告诉我爸爸。为什么？过段时间他不是要过生日了吗？我想把这个消息作为他过生日的一个小惊喜，行吗？好。董事长好，董事长好。今天这个会呢，2件事。第一，老董事长跟雨天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从今往后，我不希望任何人再次提到或者议论这件事情。第二，既然要重组整改，那么整改的重点就不能只拘泥于业务方面，人力资源系统以及人事结构也应该成为重点的整改对象。具体的整改方案已经发到各位手里了，大家等一下迅速的看一下，有任何问题提出来，大家一块商量。从今往后，常州集团内部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再打着常州集团的名义做一些脏事儿、烂事儿。这不仅仅关乎于个人，这关乎于整个常州集团的形象。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重点。爸，都跟宇航告个别了，走吧。向右切，向前看，向前，立正，报告，进来，可以。指导同志，蓝刃第1小队集结完毕，请指示。我军将于2天后正式攻打 L 岛。为了确保大部队顺利登陆，命令你们潜入 L 岛，实施斩首行动。是。你们只有48个小时，48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任务。是。来，先来看一下 L 岛地形，研究一下登岛方位。唐鑫，你出院了？出院了。唐鑫，你可真行，每次都能弄出个大动静来，我们都担心死你了。没什么事儿，放心吧。哎，你跟我说说，这回背后到底是谁指示的？哎呀，散了，别唐鑫一回来就围着问这问那的啊，干活去。去。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差不多了。哎，你住院的时候啊，公安局的人找过我，为你向公安机构提供线索呢，表示感谢。那案子后续怎么样了？他们也没说，我也不方便问啊。不过他让我转告你啊，哎，这个案子呢，为了你的安全着想，这个案子呢，你不要过多的参与了。如果有价值的线索呢，还是要继续提供。
希望我还能有机会得到线索吧。万主任，麻醉科住院医师蓝洋洋正式向您报到。好，有模有样。大家停一下，介绍位新同事，蓝洋洋，文州大学医学院麻醉本硕，咱们科的新住院医。大家好，我叫蓝洋洋，请多多关照。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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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开水。我再强调一句，这次战斗一定要发扬我军协同作战精神，绝不允许任何中队和个人抢功冒进。是。回营查看部署情况，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是。报告首长，蓝刃突击队第1小队已成功登陆矮岛。知道了。是。队长，如果要避开蓝军的防线，只有穿过这片风路，才能抵达蓝军的指挥所。大家行动时务必小心，蓝军是不会放弃这片丛林的防守的。如果是我的，我会在这里，这里。队长，西北方向有6名。
呀，小陈，你干嘛呢？妈，哎呦，小陈干嘛呢啊？我就买菜的功夫，你怎么把器械给扔掉了？你不能自己走，你这种错误的方法，不仅不能让你恢复，还有可能造成你的膝和踝关节的挛缩畸形。你再这样几次的话，你以前的复健就白费了。妈，我刚就想不服这个试试。哦，没事，妈，我自己来。我受伤也不是1次2次了，我撑得住。妈，你也知道我们陆战队不养闲人，我要是不再尽快恢复，回去就是拖累他们。你的心情妈理解。你出海护航的那段时间，子健呀给我讲了你很多的事情。妈知道你为了军人的那份荣誉，你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但是妈是医生，妈要告诉你，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复健。你越是着急，越是适得其反。妈，我想再试试，就1次。不行，你必须得扶着这个器械走。来，妈看着你走。来，慢慢的啊。哎，慢一点啊。请进。那个区域没有我们的布防吧？报告，进来，有小股敌人潜入前方丛林，继续观察。是。来，首长。小股敌人，你怎么看？我认为，这股红军穿越我们封锁线，渗透到了我们的指挥部，很有可能执行斩首计划。那我们就把他们从那儿引到这个位置，就在那儿吃掉他。吴队长，你现在到哪儿了？今天是你出发的第7天，马上就是你女朋友生日啦，你会不会突然出现？我才不会。算了，只要你好好的，回来再补过生日也行。喂，韩总，马上生日了，你打算怎么过呀？您怎么知道的？只要用心，就一定能知道。能不能赏个脸？这次的生日让我给你过。韩总这么忙，就不麻烦了吧？
我也订好了，跟我爸妈在家吃了。你可以叫着叔叔阿姨一起啊。我好不容易才托人订到的这家餐厅，我相信你们所有人都会喜欢的。主要是我爸说了，非得在家给我做一桌菜，东西都买了。下次吧，谢谢你还记得。行，那不勉强了，拜拜。哎。全体注意！据情报，一股红军小队已渗透到我方阵营，各队发现情况互相通报。2队收到。
队长，营区已经是南方重点搜查区域了，我们不可能一直抢先，也没有时间跟他耗。那我们就抄近路，摸到只会走东侧营区的外围。报告队长，刚才无人侦察机发现前方有电网防护，并且电网前方有好几个队伍在巡逻。所有人注意，我们要秘密越过电网，只有让蓝军无迹可寻，才能方便行动。周克阳、戴维、李海洋，你们去把蓝军的装备给我缴了，做备用。知道。就那个病人好奇怪呀。是的，我也觉得他好气。美女，下班啦？哎，回家。这是我老公，他每次下班都来接我。你老公到哪儿了？他今天来不了，我要自己回去。那我们送你吧，一起。啊，不用，不顺路的。没关系，车就在楼下。真没事儿，我习惯一个人了。姐姐，你先回吧，明天见。那你把打车行程分享给我，到家跟我说一下。好嘞，放心吧，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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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支巡逻队交叉相遇的时间差13分钟，我们务必要在这3分钟内通行。明白。亚阳、戴维，行动！所有人一次通过。报告，进来。报告首长。第6搜查小队没有发现敌人。知道了，归队吧。是。首长，除了全员牺牲的那一队，其余5队都没有任何发现。以红军这支小队的战斗素养来看，他们很有可能已经潜入了营区。既然来了，哼，我们就开门纳客吧。不对啊，队长，蓝军明明知道我们潜入，为何防守这么松懈？小心有诈，先观察观察再说。队长，南方营区现在外紧内松，里面一定有伏兵，现在没机会下手。那我们就待在这里一整晚，等待机会。明白。
你们俩回去吧，车留下，我自己开回去。队长，天已经开始放亮了，要不我们搏一搏吧，不然没机会了。不行，这样太冒险了。如果我们全体出动的话，会有全军覆没的风险。派2个人换装，摸进营区，等蓝军换岗的时候，秘密摸进指挥中心。队长，我去吧。那我跟大卫去。不用，我和大卫去就行，你留下。队长，放心，如果我们没有机会下手，我们就留在里面，或许有骑兵的效果。如果真是圈套，蓝军不会贸然判我们阵亡。纵情带队留守，不要冒进。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看好，牢牢地盯住最高指挥官。明白。大卫，到，往正。队长，他们已经进去了。中尉，以蓝军的反应速度来看，队长和大卫刚摸进去就被发现了。他们确实玩了一出将计就计，故意把队长他们放进去，说明队长之前判断的没错。如果我们都进去了，反而会被一锅端。呼叫蓝洋洋。报告唐大记者，你的礼物已经买好了，没忘记你生日。挺自觉呀，蓝洋洋，表现不错。今儿周末不上班吧？走，寿星请你吃大餐去。咱约晚饭行吗？我等一下要去参加一下林兰嫂子他们的军嫂联谊。军嫂联谊，是只有军嫂才能参加那种吗？怎么，你也想去啊？有点想，反正听着比大餐有意思。怎么样，新军嫂能不能捎带上我呀？这有什么不能的？怎么说你也是一位准军嫂吧，没有什么捎不捎带的，够资格。得嘞，等着去接你。留他们活口有用吗？按他们的战术素养，就算知道队友没阵亡，也不会硬闯硬拼过来冒险了。那咱们再换一个方法，把他们给引出来。放出消息，活捉红军2人，
押送转移。宋队，蓝军现在转移了戴维还有队长，起不了骑兵的作用，我们要不要去救他？活捉战俘不审讯先转移，估计在钓鱼。我们先按队长说的，只要蓝军指挥官不动，我们就在这盯着。各位嫂子们，大家好！欢迎我们的军嫂们啊！这个拥军拥属啊，一直以来呢都是我们社区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今天呢也非常荣幸，借助我们铃兰嫂子的主场，跟各位牵个线，搭个桥。首先，我代表我们军嫂呢，向社区领导的关心表示感谢。说真的啊，我们这些军嫂还真不是普通的嫂子，生活中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克服呢，就是我们互帮互助。那如今有了社区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我想我们未来军嫂的生活可能会越来越和睦和谐。这次呢，我们也响应这个社区领导的号召，要为社区报名联谊的姑娘们牵线搭桥。但是我想了，你说这张了吧，还不能瞎张了，把这姑娘介绍成军嫂吧，我们得负责，是吧？那我们作为过来人，我们就跟社区领导分享一下我们的心得和经验。大家谁先说？他们俩先说。你看你们这帮人这起哄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是新军嫂，一个是准军嫂，你们俩说一下。报告，进来。是。前方来电，敌人没去跟踪拦截军车。知道了，去吧。是。首长，看来他们是一门心思盯上你了。战事随时可能会打响，把兵力全部都放出去，全力追捕他们。从早晨潜伏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他们终于有动作了。他们这是要对我们展开地毯式搜索，我们目标在多远有路，只要我懂得这个做法，就怀紧面纱。明白？请加油！行动！其实我跟我老公还蛮酷的。我刚刚闪婚不到1年，我闪婚之前呢，我爸再三的嘱咐我，一定要慎重考虑。我当时就想啊，有什么好慎重的？我遇到自己喜欢的人，还要考虑什么呀？但是到了后面，我慢慢才反应过来，其实我爸跟我说的慎重，不光是为了自己考虑，也是为了对方考虑。毕竟，婚姻是2个人的事情，我们2个要足够成熟，才能好好的经营下去。我尊敬所有选择军人的女生，但是如果非要让我提一个建议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学我这么仓促的选择了，要先长大，先成熟，学会独立的去爱人，这样才能对自己负责，对婚姻负责。好，说得好。我说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跟5·4也快了，马上就要转正了，让他说。来。
我跟洋洋一样，我也是军人家庭长大的啊，我妈一手给我带大的。反正童年记忆里吧，我爸就没怎么出现过。我记得有一次，大台风天儿，晚上我妈发高烧了，但是部队都出去台风抢险了，整个营区也没人也没车，我打120还一直占线。哎，我当时想，我这一个人怎么办？我只能在那个家属院里找，最后好不容易找一个买菜的那种推车，我就想推着我妈去医院，但是那时候我太小了，我就怎么拉怎么推怎么拽，那车就是蹬不动，给我急的。后来好不容易到了街上，遇见一个巡逻的交警叔叔开警车，这才给我们俩送到医院去。其实这只是我和我妈妈生活中一个很小的难事儿吧，我相信各位嫂子们生活中多多少少也都遇到过。但是这件事儿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打那个之后我就知道了，军婚里不单单只有甜甜的爱情，还会有台风，你家里还得有板车呀。反正过来人的经验我不敢说啊，但是和军人谈恋爱的感触，我想说，去爱那身军装，也要爱具体的那个人。海阔天空这一片深蓝，深邃而浩瀚，想你的臂弯，为我把乌云阻拦，总在默默承担。